前文书我们说到，绝创与 DW 的修罗王之争，虽说都是没有非常期待的题材，但一家质量拉胯，一家设计跑偏，两者都在恐龙合体上栽了大跟头，却也从此改变了变形金刚第三方合体风格走向。恐龙大战在渐渐落下帷幕的时刻，官方终于自己下场。古龙在时隔多年后的再度聚首，却引发了另一场战争。变形金刚官方始终和第三方这种灰色产品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站在商战的角度考量，其实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竞争关系，更多的像是共生或依附，就如同自然界中许多动物的共生关系。官方放任第三方产品的市面流通，无非他们占据的市场份额也只是官方产品的9牛1毛而已。况且在官方产品问世的空白期，因为众多第三方厂商的存在，始终让变形金刚这个圈子维持热度。有人帮忙做免费的宣传，何乐而不为？我警告你不要乱讲话啊！我告你诽谤，知道吗？只是官方也不会让他们肆无忌惮，只要不越过官方的红线，对待大部分第三方厂商，也就都是睁一眼闭一眼罢了。2011年之前，孩之宝的产品还相当有诚意。这个时期的官方产品可以说是遍完全迷有主要的收藏内容，大部分玩家也不屑于当时第三方那高价格低设计的产品。那个官方和玩家的蜜月期，每一款产品都让玩家惊喜连连。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第三方厂商为官方产品制作配件包，所以官方和第三方之间的关系也显得无比暧昧。就这样，三角关系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但越往后，孩之宝的高层团队逐渐换血，产品营销决策也逐步走向低成本、高利润、保零售商、营销成本分摊给玩家的政策。我告你诽谤啊！于是原配的玩家看到了孩之宝这个大猪蹄子的产品变成了 FOC 的纸片，野兽猎人的不知所谓，变四的包壳，合体战争的3套模具重涂整个 Cyberton。 他诽谤我呀！也是在这个时期，第三方的产品开始进入爆发期，各家厂商使出浑身解数，开启内卷时代，卷造型、卷设计、卷做工、卷售后，只要能卷的，他们都会不遗余力，无他，只为生存。一面是坐拥全球粉丝，出什么都不愁卖，还有谁？一面是各种小团队筹钱贷款开模具，只为出人头地。一面仗着 IP 在手，质量做工越来越差不说，甚至连设计都懒得做。另一面游走在灰色边缘，打着擦边球，却想在有限的成本和能力下做到行业领先。想刷一下啦。于是市场上看到的第三方产品慢慢成长，各家厂商内卷之下，整个第三方产品都在阶段性进步，而官方3套模具，从合体战争出到泰坦归来，甚至延续到天元之力。玩家夹在当中开始左右摇摆，第三方也在这个时间档卷起了机器恐龙大战。官方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厂商一套一套的恐龙推出，甚至同人漫画的修罗王接连2套组合起来。看着玩家高涨的情绪，从众心就是这么可怕，可怕到3人成虎，官方也不例外。看到修罗王的人气后，终也抵不住商机的诱惑。天元之力本就是为了卖那堆廉价设计的合体金刚，为何官方自己不做套恐龙合体呢？反正用原有模具的变形逻辑改改就够了。于是就这样，同人漫画所创造的修罗王正式被官方收编。天元之力里，动画制作组望着官方所出的那堆偷胶魔改货，终究也无从下笔，只能从市场上的玩具中寻得了 MP08、FT 后4龙为原型建模。偷换概念这套事儿，变形金刚动画从G1开始就是这么干的。他在诽谤我呀！而最终合体后的恐龙被孩之宝正式证明为
龙焰王。当然，这也是官方机器恐龙 G1 造型产品自80年代的 G1 玩具之后再次五龙集结。老动画的画风始终牵动着追梦30年的迷友，是时候迎接天元龙焰王。诸君，请全体起立。好了，恐龙的合体终于让官方给做成了这种细感身材。不过纵观贯穿3部曲的官方合体，似乎能拿得出手的也没几个。好歹这次钢索还是重新设计，并没有使用银剑、热点或汽车大师任意一个魔盖。其他几个恐龙也算是有点样子，虽说仍旧是从合体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简化设计，甚至不如 G1 玩具来的巧妙，但好歹也算核战加强版，至少比起其他的单体好了太多。但这就能让玩家满足吗？等了30年就给我们弄套这种恐龙糊弄事儿，更关键的是它合体也不好看呢。此时甚至有玩家将几乎同时问世的国产地幼玩具厂商自行开发的星空救援队修罗王与官方龙焰王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不得不说，就算这种廉价的澄海玩具在各方面表现力都比那官方世界500强企业30多年沉淀的底蕴要强出不少。更好玩的是，后面星空救援队也出了一套灰金配色，这下修罗王大战更有趣了。这就相当于各方诸侯群雄逐鹿，已杀得焦土万里，马革裹尸。周天子最后进场扫尾的时刻，却让一众乡野村夫的农民起义截去粮草。更绝的是，官方回忆起那个白色相布的年代，似乎只要出配件包拯救一下自家生产的塑料垃圾，便可立马焕然一新，甚至更可化腐朽为神奇。机智的孩之宝再次把这个问题交给日本设计师解决，于是日版的龙焰王配上了更漂亮的手脚，还若有其事的配上了2柄非常夸张的大剑，并专门请坂本勇人等画师为这盒世代精选套装绘制随盒漫画，当然主要是为了刻画这2柄大剑的重要性。你干嘛？干！有趣的是，日本人做的配件包也搞错了方向。这套龙焰王可不像之前的合体战争系列，只要替换下手脚就能看，加的大剑也只是治标不治本。根本问题是这一套的原始设计就太拉了，也不能怪官方设计师能力问题，主要是孩之宝真的没给几毛钱预算，能做成这样已经尽力了。但第三方就不存在这些问题。此时身为官方小三的第三方配件包厂，甚至也跻身了本次机器恐龙大混战。他们依附于官方周围开始争宠，如同傍着大款的名媛们的互相撕逼。TDW、PE 这2家本身就是给官方专做配件出身，幸好 DNA 本次并未参与，不然那就更热闹了。身为合体战争老姘头的 PE， 从第1套合体开始就一直在制作相关配件包，手脚替换配件的拯救模式也是由 PE 开始执行。到后来，几乎每一款配件都有 B 套主体马甲包来改善美型，本次的龙焰王也不例外。加上之后果然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当然，对于 PE 的售价 ，A、B 2套包加起来也是不菲的。这个就是爱情。另一方面 ，TDW 的配件包安上后，其效果也比起 PE 让人更加满足。加粗的大腿和肩部让龙焰王的壮硕感更加强劲。最关键的，一盒即可满足的配件包套装，要比起历来在第三方里售价高昂的 PE 来的实在太多了。不论各个方面 ，TDW 都能完胜 PE。官方的龙焰王也真正有了牌面站在恐龙混战的首尾之争。气势如虹的谢幕，
也最终为本次修罗王大战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当然，自大的官方从未停下脚步，他根本没有在乎和考虑过玩家的感受，只要有题材，他便会不遗余力地榨干其剩余价值。修罗王也是一样，自打从同人转正之后，官方发现玩家对于恐龙大合体的期待值依旧很高，于是在后面的赛博志系列中继续推出本题材作品，还非常政治正确地把飞镖变了个性。本就是嘉年华式的子供像动画，龙焰王的登场似乎并没有那么意外，只不过让人意外的是，玩具出了还不如记忆设计的舞龙后，并没有实现动画里的合体，却搞了这么一款看似舞龙合体实则不能分离，只能一趴变形却又满身空洞偷胶，最终被挖的只剩下一个空壳的货色。你让我觉着恶心，不要脸！修罗王的传说被官方反复鞭尸后，并未止步于此。新系列的小比例再次推出传世进化，号称核心级的龙焰王。现在公布的资料，首发的淤泥铁渣将合体成躯干，而原型师眉间周平的醉翁之意似乎也不在龙焰王。老玩家用脚后跟都想得到，模具利益最大化才是官方的第一要务。这套明摆着就是为了后续怪魔打基础而已。正所谓一探两难修罗王，凭栏扭转第三方，四座皆境无语处，暗笑五龙皆猖狂。六合扫清起一策，七零八落无起色，九转龙焰黄粱梦，笑谈10年变百科。满嘴顺口溜，你得先考研呀！传说中的修罗王尸横遍野的战场，没有胜利者，也包括官方。那么此后，官方还将在机器恐龙上做出什么文章？而第三方的战役消停后，新世代的恐龙希望又将寄予何方？变百科第3季史上最大规模机器恐龙大混战下文书，再聚首能否重圆？破逆境别有洞天，精彩回目最终篇，我们下文分解。这里是新人 UP 少主力，如果你喜欢这个太空桥底下说书的，记得关注、收藏、投币、转发，你们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如果你喜欢变百科这个系列，就让它更加繁荣吧。